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以及国内最新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小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在凌晨发生了一个新闻，大家全球都很关注。其实，在这之前，川普已经先发出了一个要求自己在美军还有相关人员在中东的人员要尽速的撤离。果然，凌晨的时候，以色列针对4个地点，伊朗的，包括了大不里士，还有德黑兰等等首都这多个地点呢，好几个官员。是伊朗的官员都遭袭，甚至已经丧命了。这几个地点里面呢，最严峻的、大家最关心、最担心的地方是什么？因为有几个主要的核设施被攻击，除了平民被被攻击、受伤等等之外，这个防空警报大响5次的巨大爆炸声响在核武设备的周边同时呢。我们看看画面，还有包括了各种的伊朗相关的军事领袖，也被说已经确定攻击中丧命了。这些画面攻击的这个地点也有民宅，也有军事设施，也有革命卫队的总部被炮火击中。那么，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兹也公开证实，他说对伊朗采取的叫做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关闭全境的空域以军就说了，这次打击的目标是数十个核子与军事目标。以色列的纳坦雅胡公开讲，这次的行动命名为奋起雄狮，该持续多久就持续多久，直到消除威胁而已。大家在想，他想要把他的核武废了，其实明明15号美国居中协调正要进行的就是核武还有相关设施大家共同的协议正要谈判，结果抢在13号凌晨就以色列先轰炸，到底为什么？那以色列不只是用空袭而已，还以所谓的情报机构的摩萨德深入到伊朗境内进行秘密的破坏。我们记得吗？上次加沙走廊那个 BB 扣的集体轰炸的事件，而这一次根据媒体的报道呢，他在伊朗境内策划了一系列的秘密行动，这些任务要削弱伊朗的战略飞弹系统还有防空能力甚至呢，他们把这个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萨拉米，还有好多位的指挥官，甚至是学者还有核武的科学家，通通都杀了。在以色列的袭击当中，这次也被证实都身亡。那么伊朗在经过这个轰炸之后，也立刻表示要回击，而且回击的对象不是只有以色列，他呼喊警告美国也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他说他是平安没有被攻击到，但他警告以色列将对空袭付出代价。伊朗军方扬言要对以色列跟美国不止以色列美国也是要进行报复行动。伊朗的立刻报复来了，针对特拉维夫有10个一样大家都蛮狠的，都针对核设施来轰炸。那根据报道，在以色列的城市特拉维夫被袭击的地方呢，除了10处核设施之外，周边也有，这个都是为了报复以色列的雄狮崛起行动，叫做1号公告。过去几个小时，伊朗甚至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100多架的无人机。我们透过画面可以看一下，以色列的国防军正在努力要把他们击落。那当然，这都是后续还需要再进一步知道最后的情况如何。但是双方都攻核武设施，不恐怖吗？不会有擦枪走火，或者是一不小心真的轰炸到足以引爆，造成更大的人类危害的可能性吗？所以呢，现在川普到底在想什么？川普只有先动员让自己的美国人离开中东，但以色列评估打伊朗说至少要2个礼拜。那传出来这个报道是从外媒报道出来的，说这个美方将会介入，在24小时之内协助以色列来防御，就是说以色列打了人之后，他要帮他不要被打，所以进一步甚至要投入攻击伊朗的行动吗？那卢比奥他公开警告伊朗的是说，千万不要借由攻击美国在这个区域部署的据点或人员来回应这一次的冲突事件。他强调，美方没有参与这次行动啦。可是看起来伊朗已经喊话了，美方我也是报复的对象之一。以色列袭击伊朗川普承认他事先知道没有错，但他重申我没有介入啦还是继续喊话喊话什么呢？希望伊朗15号他还没放弃，还要继续跟伊朗跟美国就遏制核子计划来进行谈判。
真的是傻的吗？大家要跟川普继续谈吗？川普并没有办法阻止以色列这波攻击，因为各种报道还有访问里面都证实，《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呢礼拜一在电话里面，因为听到纳坦雅胡可能要攻击，他就要求对方不可以攻击。但是到了礼拜三，川普却开始把非必要人员从中东伊朗可攻击范围内的大使馆基地里面撤出来，证实什么？根本 hold 不住，也没办法阻止以色列的行动。美国参议员莫菲讲得很直白，他说这次的攻击证明了要破坏川普政府跟伊朗的谈判，而且呢，证明了包括我们自己的盟友在内的世界大国对于川普的尊重有多么的低。而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是针对这件事情回应说，中方高度关注以色列袭击伊朗对有关的行动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深感担忧。因为开玩笑，赖老师，这次打的都是核武设施跟周边的这个所有可能的危险的地点呢。这个是危险的哦，而且我们也都知道，油价一天暴涨了10%，金价也暴涨，那这个绝对不是川普所乐意见到的，因为对于川普来讲的话，他知道油价如果一旦上涨，物价就会上涨，物价一旦上涨，他现在又在打关税战，那都一旦上涨以后，他一直要那个美联储降息，那就不可能了嘛。因为美联储一直说，你这物价这么高的话，失业率还没有完全解决，然后我怎么能够降息？所以背道而驰。很明显的，川普确实是不希望中东爆发这个战争，川普确实是如此。但是川普却也在利用以色列，那么对于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相互利用。但是问题就在于弄巧成拙啊。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他的话是可信，说美国跟以色列这一次的突然间的袭击攻击那个伊朗毫无关系，撇清任何关系，美方没有介入。那我们一半相信。但是问题是，军事动作有没有提供援助？例如说，有没有按照过去往例提供给他们所需要的军事通信卫星，还有联络，还有定点的这些正常的服务？我想应该还是有提供，但只是说有没有帮助他特别去完成这一次的伊朗的工作？我想卢比奥讲的是实话，美国没有参与，没有介入，但是。美国事先知不知情？知道，但是问题就在于时间并不拉得很长，所以你看，美国的突然间宣布撤侨是这1-2天的事情。没错，那这个就代表什么？代表是美国是被以色列告知了，然后他会采取行动，所以短时间内赶快进行撤侨。那这样的一个动作，等于是证明了美国事先知情，但是美国并没有参与。我想，我们不是在绕口令，而是知道，但是没有参与。但问题就在于，对以色列来说的话，他一定要把美国拖下水，说你就等于是你知道，你也参与，你也支持，你也协助。所以内塔尼亚胡他就在今天刚刚没多久，他就说了感谢美国对于他的协助。那这个就是要把川普拖下水，拉下水。你说你没介入吗？内塔尼亚胡说，那你如果你是伊朗，你会信还是不信？你如果是大陆或是俄罗斯或者联合国的安理会，你会觉得到底川普说实话还是说谎话？美国到底有介入还是没介入？那为什么内塔尼亚胡要这样做？因为如果伊朗去攻打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的话，那美国就被迫就卷进去了。没错啊，那这个时候我想这个内塔尼亚胡这个真的很贼哈，真的就等于是要把这个战火拉大，要把美国拖下水。好，可是它显示出一件什么事呢？显示出一件就是我刚刚一直强调，川普他不希望发生这个战争，所以他才要进行第5轮甚至第6轮的谈判。第5轮谈判失败嘛，那现在要进入第6轮，您刚刚讲的就是15号已经定了嘛。那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怕这个川普一旦两边达成协议的时候，川普一定会有让步。伊朗要让步，川普也要让步，而且已经接近，很有可能会达成协议。那对以色列来讲，怎么可能让你让步的这种事？他不愿意配合，所以他就采取动作了，那就整个都卷进来。以军事行动来讲，以色列是成功的。你看，伊朗距离以色列最近的距离1000公里，首都对首都就特拉维夫啊，对于伊朗的首都是1600公里，战斗机
基本上来讲，你飞到就回不来了，所以一定有经过空中加油机，有空中加油机，有空中预警机，然后还要经过伊拉克的领空，要不就是经过叙利亚的领空，这么长途的飞行中，然后不被发现，不被伊朗发现，而伊拉克跟伊朗都是以目前来讲都是什叶派的天下，而伊拉克是毫无察觉吗？那伊朗也毫无接到通报吗？然后200架的战机过去打200架毫无战损的回来，设定100个目标，包括指挥官、核科学家，包括核设施，包括炼油厂，打了333枚导弹，没有一架战机被击落，这代表他的军事行动，他基本上是成功的。陈舰长，我们军事没有那么专业，但是光想象它双方都互相攻击核武设施，这有多危险？当然，以色列是非常的精准的斩首行动打击，几乎把几个将领的向上人头都打下来了。那显然，现在伊朗已经誓言报复，你怎么看后续的发展？我们这么说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武器要能够爆炸，它要先解决安全及被炸装置。那不要讲说我们现在讲的是核武啊，那一般的炮弹或者一般的飞弹，它都有非常多的被炸程序。那例如说以飞弹来讲，你飞行出去，第一个你要先程式得解，第二个你要已经直接从发射箱发射，然后它的起带脱离。第三个，你要锁定目标，然后等等，以后才会完成被炸。那如果没有被炸的这个核弹爆炸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脏弹，也就是它爆炸出来的所有的物质里面充满了辐射线，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就是进行核分裂，变成核爆的状况，它是不会的。那以色列当然他自己也有核武啊，那如果按照一般的资料，它也可能在50枚到90枚的状况。那所以他对于核武其实非常了解，所以他才进行这样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冒进的一个行动啊。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讲，川普终于挡不住了。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其实如果我们来看啊，这个是今年4月1号的时候，在迪亚哥加西亚岛，也就是在印度洋的中间的这一个美国的空军基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美国那个时候已经部署了6架的一个 B2 战机。那这个战机是准备要打哪里？就是打伊朗。那个时候到底是谁来受命要做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前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那后来沃尔兹为什么下台？大家看起来表面上好像是他泄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侵犯到了这一个统帅权，因为这个应该是由川普来下令，怎么会由你来下令呢？怎么会由一个国家安全顾问来下令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那他因此去职，但是我们这么说川普他原来他认为说，他可以扭转，透过谈判不要死人。可是真正的这一个我们讲到转折点是在哪里？是在6月12号，其实国际原子能总署的35名理事一致通过，也就是宣布伊朗违反了核不扩散的这个协议，然后而且伊朗警告说他会加强他的一个核子活动。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伊朗它启动新的这个浓缩铀中心，而且安装新的离心机。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它的一个浓度已经到达了80%，以现在来估算来讲的话，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那也就是几天之内完成15枚核武。那也就是伊朗本身它是有发射载具的，它如果再加上核弹头，那它就可能攻击任何一个目标。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星期三的这个晚上，这个美国就已经希望它在波斯湾以及在这个伊拉克
那个境内的这一些军事基地的这些官兵，或者是他的外交人员离开，对，原因就在此，因为伊朗那个誓言报复的，包含了这一些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啊。其实我们这样看，川普他只是不希望这个时候对伊朗动手，可是他从来没有断绝对伊朗动手的念头。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在于说，他要完成从乌克兰，然后到那个加萨走廊、伊朗这些都结束之后，他真正的目标在于中国大陆。当这一些国家通通都的一个冲突或交战状态都结束的时候，美国可以全心全意的应对中国，那个才是川普心里的真正目标，是吗？我觉得董哥，我们看一下，因为川普现在的心情，他是全球都在对抗，欧洲到处都在对抗，俄乌他也没有处理完。那这一次的事件是你要想想看，他是15号马上跟伊朗讲好，我们就要来谈核武相关的协议哦。可是以色列居然不管不顾的，也不给川普面子的，就直接展开攻击了。那现在伊朗誓言要报复对象包括美国啊，那川普也下不了台阶，表示他讲话根本不算话。美国老大讲的话已经没有人要听啦。的确是这样啊，但是就伊朗来讲，他可不这样认为啊。为什么？大家看哦，这一年都来美国做了什么事情？好，这一年都来哦，所有哦以色列的事情，川普那都是讲大话哦。川普甚至讲大话，我上任第一天，俄乌战争就结束了。哦，没有，现在越打越厉害。那大家看中东这一块哈，当然川普想说纳坦雅胡要完全听他的，好，那。可是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对于伊朗有核武是如何的害怕。我们知道，整个中东这些国家真正有核子弹的只有以色列，美国给他的。好，那他认为说，我掌控所有的优势，我怎么可以容许伊朗有这么大的那个核子武器呢？所以美国从过去就是一直去打压伊朗，叫全世界来制裁他。大家记得吧？对不对？2010年就开始制裁10年，2020年又要制裁10年，结果在联合国投票被反对。好，那大家可以知道，当然全世界都不希望有更多的人有核武。那你如果看这几年当然整个中东冲突最大的就是哈马斯去突袭以色列，抓了非常多的人质，以色列就展开报复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加萨走廊的混乱。那这可以看到了，因为这些我们所谓的恐怖组织它其实最后的首脑都是伊朗大家看，那美国还有以色列，他们最近都在剪除，你看那所有的动作是很缜密的。好，譬如说哈马斯，你既然做了这个行动，他开始了，哈马斯到现在有4个领袖，第1号的领袖被他们杀害，就是大家知道戴夫嘛，然后哈尼亚，然后辛瓦的哥哥。他弟弟接手前几天也被打死，4个最高领袖就说以色列他有很绵密的什么呢？就情报网，那有美国在协助，所以这些都被杀了。那你再看整个中东大家也知道，黎巴嫩的真主党，他的背后也是被以色列打得稀里哗啦，对不对？虽然他们的韧性很强，那大家也知道，那个红海上面最难缠的组织青年运动，对不对？那青年运动，也门的青年运动，这个它的背后也是，它是前阵子被川普派美军一直去轰炸，大家没有看到这场战争，是因为媒体很少报道。这一次轰炸的非常厉害，后来青年运动跟他妥协了，就不在红海那边有太大的动作了。本来所有的船到那里都被他打下来，除了中国大陆。那大家可以看到，他整个动作其实是有计划的。那这个计划出来的话，当然它最主要这个核子，大家知道2007年伊朗的核子专家一个一个被暗杀，总共被暗杀了7个，靠什么？用毒气，用那个枪，用炸弹，什么以色列什么手法都用出来，就是为了这样。那当然背后都有美国在暗中支持，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当这样的扑杀的方式当然它会激起更大的仇恨。但是我老实讲没有真正打到伊朗的核心，因为伊朗它有2个地下的
核子的设施哦，一个在胡多尔啊，一个在纳坦兹，纳坦兹就是这被攻击了，可是它真正在碉堡底下那个特殊混凝土做的，炸弹扎不进去的，所以他的实力还是在的啦，哈、大家持续观察后续的发展。但另外有一件事情，国际间哇，每一个人看了都毛骨悚然。两个关键字，一个是印度，一个是空难，然后跟波音787吓坏大家了。在印度航空起飞没有多久哦，不过30秒，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哦，这个起飞不过30秒的时间而已，突然，他已经喊 Madad 要求救的情况之下，突然就坠毁了，起飞到化为火球，短短30秒的影片曝光之后，大家真的吓坏了。它撞进的是哪里？就像我们之前大园空难撞进民宅，它直接撞进学校里的学生宿舍，真的是死伤非常的惨重，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一起空难了哦。印度的波音787坠毁，被称为梦幻的机种，又是波音，大家很害怕，已经造成了294死。但是有一个画面仍然是全球震惊，居然有一个人自己走出机舱，这是怎么回事？他就坐在所谓11A 啊，就在逃生门旁边。那他说呢，本来他并不是坐这个位置的，本来坐在11J，是刚上飞机之后临时换了位置。换了位置之后呢，就突然没多久飞机失速，然后出了状况。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身边都是伤亡者哦，以至于他只知道赶快先逃出来再说。那唯一的生还者是英国籍，40岁，到底怎么活下来的？说不定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而且他拿着手机安安全全的走出来。目前初估至少伤亡人数有超过300人，受害者在地面上的部分还有很多是医学院的学生。印度航空的空难，大家在发现几个过程当中，有个起落架没有收这个问题，到底发生什么事？美国航空安全顾问发现的。飞行开始的时候，起落架应该是要收起来的，但当时那个状态，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会以为这架飞机正要准备降落，为什么没有收？发生了什么事情？连美国的调查局都说要针对这个事件来进行调查，因为呢，这已经是让全球会恐慌，尤其是波音。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到底现在波音787从来目前没有重大失事的记录，这是它的第一起。之前的737、747，现在连梦幻客机都出现零死亡的这样的记录，已经破功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今天的股价立刻应声大跌，但过去没有忘记，曾经有多位的吹哨者出面警告，其中有一位呢，他是作为波音前质量管控的经理人，他就说过，787的梦幻客机安装的缺陷很多，他认为这个安全疑虑已经被降规，以至于危险很多。但去年3月他突然就疑似不知道为什么是开枪自杀的，他是自杀吗？还是有他杀的嫌疑？这件事情还是个谜。那另外一个吹哨人呢，萨利普也在国会作证说，波音有大量的787梦幻客机都有金属疲劳的风险，他因此质疑这个是不安全的。结果公司高层全部都否认，现在也不了了之。但问题是，现在好不容易波音在中国大陆的交货准备要如期有一点恢复的时候，就又出了这个大事情。那大陆呢，跟美中的对抗跟谈判里头，现在有个初步的框架跟协议。那川普的说法当然是好消息，好消息，我们谈得非常成功。但川普这边也再次的表示，关税越高，制造商就可能到美国设厂啊，所以接下来不排除还要再提高进口的汽车关税。同时呢，在中国大陆的部分，限制战略产品的出口也是一个因应的做法包括太空人的头盔、护目镜啊，甚至连软体算法、超高分子等等，有各种大家形容叫做出人意表的产品。无人机当然是关键的重点，都在列。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谈出一个初步的结论，那愿意把稀土做开放，但仍然是有限时或者一段时间暂时的吗？那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他最快9月就要访中，因为中国要给我稀土啊，我们谈得很成功，大陆是留一手的，包括了各种审批合规的规定，中方的出口许可证设下6个月的期限，这个是暂时的同意。那包括审批会有要求啊，你要去用在哪里？客户名单最终用在哪里？敏感商业用途吗？这代表的稀土仍然是陆方面最大的筹码。Bloomberg 报道，川普政府自称是占上风的，但是北京基本上靠着封锁稀土，还是完全扭转局面。赖老师，光看这个空难，大家吓坏了当然吓坏了，又是印度，又是波音，787真的梦幻机种。当初台湾他们也有招待台湾的媒体去对他们做一个到工厂的一个报道嘛，
那因为他们也想卖到台湾来，黑盒子已经找到了啊，所以相信在没有多久啊，因为对于黑盒子的判读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目前啊，很多飞行的专家，他们就根据他们所看到的啊，还有提供有限的资料，他们就开始思考判断几个问题。第一个，他们认为外力介入的可能性大不大？例如说鸟击啊，可是他们说看起来它的发动机并没有冒出黑烟。那一般来讲，他们就认为鸟击的意外或许可以排除掉，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认为说为什么会把这个外力的介入排除，是因为两个发动机如果同时都被鸟击而失去动力的话，这个比较罕见。然后也没有发现两个都有排出黑烟的一个情况，因为这次刚好在起飞的时候，摄影机拍的还蛮清楚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说鸟击的几率是比较低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787的一个设计里面，它单发就单个发动机都可以把飞机带起来，哦，那双发同时失效，在过去的飞行记录中也是很罕见的啊，所以他们认为啊，这个到底外力的介入，他们先排除了。那接着他们就开始思考说，那会不会是这个正驾驶，就是机师操作的问题？这个机师他有8000多小时的飞行记录，那就是他是一个资深的一个正驾驶。那看他的操作情况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推断说，起飞是平稳的。然后787的设计有提早预先收起起落架的功能，也就是说，当它的飞机上来之后2秒钟，它的起落架就可以收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它的起落架的舱门会在它开始滑行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打开，预先打开，然后它一旦上去2秒钟，它就会把轮子往后缩，所以他们就估计说，这次从起飞到下来总共30秒，那按照787特有的一个预先收起起落架的这个功能，它应该在第2秒钟，也就是说，如果是全自动驾驶系统的话，它应该是第2秒的时候，它的起落架开始要回收，以减少空气的阻力，让它的上升力会比较大一点。可是为什么没有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判断的，就是说没有收是机长没有把它收起来，还是它的故障？例如说，它的自动控制系统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起落架收不回来，好，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会不会是起落架收不回来以后，机长没有办法看起来它有在失速的一个现象？因为目前，一般的专家都判断说，它看起来是失速了，也就是拉起来了以后，很明显的2个发动机没有办法把飞机再往上拉，所以它开始进入这个下去的一个情况。然后飞机一直往下走的时候还是平稳，就代表这个很有可能机长接管的时候，这个飞机的飞行姿态也是对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发动机失效了，它开始失速了，它开始往下降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那印度做了正确的这一方，因为他下令所有的787都暂时停飞。可是美国没有做正确的方式，美国认为原因不明的情形下，不能说就是787的这个机械有问题，然后787全部停飞。所以美国规定还是可以飞，印度规定不能飞。台湾呢？我们也有787，我也搭过啊。那你要考虑我们的安全，还是考虑商业的利益？想清楚，还是怕得罪美国人？似乎是需要先把安全这点确定，因为网络上有各种传言，包括有人说，我刚搭这架飞机到了哪里落地，当时当中很多设备故障啦，那或者是说印度航空的风险比较高啊，各种的是传闻，都有待证实。但重点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还是必须要经过调查。对，其实我们这么说啊，也就是如果大家喜欢看Discovery 它里面有一个空中浩劫的节目，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空难的发生啊，它有很多的因素造成，单一因素当然比较少啊。那我们讲说这一次最特别的啊，也就是因为有完整的录影啊，那录影的
过程当中，大家现在你听到一个比较不寻常的声音，那个称之为叫做自动应急发电涡轮，而且就是刚刚讲到说，在它这个起落架的旁边，那如果看这个画面的话，也有看到它正在作用之中。为什么它会作用？表示它没电了。那这个情形到底是什么样？当然，我们相信，后续的调查，因为反正黑盒子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也不用臆测，因为透过黑盒子还有所有的残骸的检视啊，都会得到一个很正确的结果。这也就是啊，我们看到任何的空难，其实最后他都没有追究机师的刑事责任。原因就在于希望所有的人说实话，然后找出真正的原因，不要让这种不幸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这个才是调查真正的目的啊。那另外呢，我们特别讲到有关于这个稀土的部分啊，那这个稀土的部分呢，其实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有关于9日在伦敦所进行的这个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个会谈，大家认为他们在谈关税，不是，他们在谈的是稀土。那稀土实际上已经卡到美国的脖子，不仅是军方，民间也是如此。那现在美国亟待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来看啊，中国到底掌握了多少的稀土？如果我们来看这张图的话，这个全世界含量，就是说我们讲说它的开采量最大的68%，其实是中国大陆，12%其实是美国。那另外还有一个国家就是缅甸。可是缅甸如果根据最新的这个路透社的报道的话，也就是现在有关于这个佤邦的联合军在善邦这个地方，他已经取得了这个稀土矿场的控制权。那他未来要将这个控制权交给中国大陆，也就是中国大陆未来的稀土也就会变得更多。可是美国它能解决稀土的问题吗？其实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当初为了取得这个稀土的优势，它在各大学里面其实都有非常多的科系来做这个如何开采、如何冶炼。美国做这件事了吗？没有。意思就是你未来没有人才，你没有人才，你有了矿场，谁帮你开采？谁帮你冶炼？还是中国吗？那如果还是中国大陆的话，你谈来谈去没什么结果的。董哥，这次印度的空难，因为最神奇是居然不但有全程的记录，而且还有活口，当事人是幸存者，可以告诉大家他在飞机上到底发生什么事，听到什么声音，然后他居然是站着活着走出来。然后当一般人就会想，哎呀，坐哪个位置最安全等等的。但其实对于乘客来讲，真的是很弱势。787到底安不安全？波音是不是飞机有安全的疑虑？真的是大家最担心的事。这种机会可能要几百万分之一啊！真的，因为我一年要坐飞机也要坐数十次。但是你看哦，就是在这个当然会很多人讨论。你说他自己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不知道。他只听到哪些声音，然后对一个声音，那些都不能做怎么样。所以对各位朋友也不要认为说一个飞机失事哦，找到黑盒子就可以怎么样。我跟各位保证，这个要查出结果最快就是明年了。现在才6月，好，这种飞机的失事常要才大家记得马航那个，现在都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多少年了。所以飞机有时候它会有一些事情都是很难预测的。那就像这个，就真的不可思议啊！就是说，怎么所有人都死了，他毫发无伤？对，你至少应该重伤吧？完全没有，连手机都没有丢，还拿着走出来。对啊，那这个只能讲这是魔术啊！这是真的神奇啊！印度无奇不有，连神童都有啊！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场里面，大家过多的猜测，因为我昨天也是在 X 上面马斯克那也是看那个画面，那个画面真是惊悚，飞机一飞起来1分钟，然后就封起来大家看就是这个画面。那大家会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没有错，就是什么事情。可是对美国来讲是很大打击。大家知道波音在台湾我们当然自己也非常多，而且我们曾经被美国的议员要求一定要多买他们的波音，来跟蔡英文威胁。那时候总统府还否认，还把相关的画面把它删除。结果人家拿到画面上面，葛礼汉众议员就当面要求，就是要你们华航就是要买我们飞机，华航政府都否认，
后来我们买多少架？24架。好，各位朋友啊，那当然这是一个不愉快的经验，政府也要吞下去。那我讲哦，什么要吞下去呢？你说中国大陆跟美国在谈这个，很多人讲说，哇，现在好像川普得意洋洋说他好像成功了，要去访问那个，川普要面子啊。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我自己的感觉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因为川普讲话不会，没有人相信，他要眼前认为说川普很喜欢讲他的话语权他讲我可以怎么样了怎么样了。那中国大陆其实你可以看，他们谈判这么久了，中国大陆好像很冷淡，也没有讲出什么。当然他可能稀土给你放一点点，那他现在终于了解了，原来稀土就是美国最需要的命脉。那我有东西可以掐住你。2018年他就被川普偷袭了中美贸易大战。那时候他就没有用到稀土来全部来钳制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一场中美的所谓贸易大战跟过去的不一样，经过了2018到现在2025，中国大陆他现在的底气跟过去不一样。那一次算被偷袭，那这一次呢？这一次他当然有非常多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说为什么美国要对他出手？因为当年习近平喊出2025中国要进步到怎么样的地步？那引起了美国的紧张，就开始限制它非常多的华为、中兴怎么样，开始做非常多的限制，然后做一些漫天撒谎的指控，那些指控当然都是没有根据的。可是他讲的斩钉截铁，包括新疆的人权，包括他怎么偷了他们的科技，因为我们做记者的，我们你拿出证据，他通通拿不出来啊。那当然这个。他们这个贸易战会继续延续，不要认为这个下去两方首脑签了字就没有，绝对没有，我跟各位保证。才刚开始而已那川普当然面对的问题很多，当然在国际上面的有没有还算话不知道，但国内的部分显然洛杉矶这里他要强调他还是美国总统，所以他有各种的强力介入加州移民问题的权利。继续，洛杉矶示威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宵禁也还在进行当中。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呢，还特别已经出动了叫“死神无人机”，这个是被证实说死神MQ9死神无人机已经在洛杉矶上空飞行，用来监视示威者的行动。那当然，反对者都认为它违反人权，但是呢，海军陆战队马上2天内，先前已经到了洛杉矶，还没有进行部署，说2天内就会完成部署，而且美军官强调他们有权拘捕平民，所以这个平民呢是可以。只要海军陆战队介入的话，就要来进行。为什么呢？因为呢，包括了这个法院的部分已经告诉川普说，目前你的用国民部队的方法是错的，所以要求马上明天中午之后就要求他停止 order， 要由回到州。但拉斯维加斯目前已经有至少9个人被捕，洛城的宵禁再延长。还看了个画面因为这个画面是比较不适合在荧幕前让大家看，就是一个女子宵禁嘛，她只是要回家而已，在路上她碰到了宵禁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呢，执法人员，她就说我要回家，然后结果想不到对方就举起了枪。直接往他身上开，虽然是非致命的橡胶子弹，仍然会受伤。但是这个画面也吓到了很多的美国人。天哪，他什么都没有做，他也没有要攻击，也没有要做什么，只是走在路上，一位看起来很弱势的女性，她就被枪击了。那所以呢，在议员比较抗议，他是要问国土安全部部长问题。当时在一场记者会里，所以他只是要问问题而已，马上被架走，还现场上铐。看看现场画面。I'm Senator Alex Padilla. I have questions for the Secretary because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a half a dozen violent criminals that you're rotating on your heads off. 相信是美国吗？这是美国的议员被上铐，他只是要问官员问题就被打断上铐带走了。那川普呢？现在说要扫荡5个民主党执政的城市，所有的非法移民通通都要抓起来。而在这个法院已经把国民兵指挥权要求明天中午之前还给州的情况之下，现在呢，川普14号生日那天本来有个大阅兵嘛，那为了庆祝他的生日跟军威嘛，结果呢，现在传出来有
1500个城市同步要举行游行示威，叫做 No Kings 的这样的这个游行示威。就也因为这样子可能会有示威活动，川普回应了：我不是国王，我不像国王，所以呢，现在抗议活动各种的原因暂时取消了。那接下来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平息接下来的动乱，不知道。但川普非常的强硬，他一直重复的强调，洛杉矶是犯罪现场，要不是我把军队派进去的话，现在加州呢没有办法像这样平安无事。那到底是谁的错呢？川普当然不会说是他的错喽，他说 FBI 正在调查整个骚乱的原因跟资金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位居住在中国大陆的科技富豪介入其中，甚至帮激进分子提供资金呢？然后印度的这位主播贾康姐怎么看？听听这段话。Burnt police cars, thrashed protesters, and tear gas in the air. I thought this only happened in the third world, maybe in Asia or Africa. Surely not in the land of freedom. Just imagine these scenes in South Africa or India or Kenya. The US would be all over us. They would be noting the protests with concern. They would be advising restraint. And they would be reminding governments of the rule of law. But now those scenes are happening in California. There is no restraint or rule of law. There is absolute carnage. 听到了吗？连印度人都可以取笑美国像第三世界国家。赖老师，现在除了美国的共和党以外，美国的民主党也都直接认为，美国的共和党他们现在是一个独裁专制的一个政体了啊。讲到这里，我怎么觉得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台湾，好像我们现在被少数政党，因为我们在立法院里面，国民党是最大党嘛，然后民进党是第二大党。怎么会我们的行政院院长是民进党来干，而不是国民党来干呢？这个在欧美的国家来说，在国会第一大党应该是由他来阻隔的这个真的是好奇怪哦。而且呢，明明去年才选上立法委员，怎么不到刚选上就民进党就开始准备推动？还是有程度的差别啦。他是把现场上铐，那我们是还罢免一下。韩国尹锡悦他要发动戒严的时候，民进党的国会党团第一时间就声援支持。那他不是把他的底牌泄露出来了？台湾搞不好也不排除也可能更激烈。可能我们的立法委员，国民党籍的或者民众党籍的立法委员，搞不好黄国昌哪一天也被头压在地上上铐，谁说的准呢？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民进党谴责川普的执政党共和党不可以这样做，没有啊，应该要谴责的。他们国内的意见也很分歧哦，因为针对非法移民，还是有保守的民众认为这是代表一个社会秩序。非法移民要处理，但是要细腻，因为这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这是几十年来，而且是美国历届各党的总统所应该要共同负责任的。共和党要负责任，民主党也要负责任，而且这要很细腻的，而且要慢慢的来处理嘛，而不是用这种手段。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被派驻到加州的这个军官说，他们有权利去逮捕平民百姓，是军人直接逮捕平民百姓呢，这个在美国发生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一位参议员，他要去质询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因为他本来是在军事委员会，他听到说国土安全部的部长来了，他要去质询。你看他被驱离会场，然后被警察上铐。还有一位他在质询这个国防部部长的时候，直接被赶走，也是参议员，都是民主党的。那他质询部长被赶走，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派军用的无人机到加州的上空去监视整个这个情况，完全是准战时时期了。还好法官这个判决了，说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要交还给这个加州州长。我们看看川普会不会拒绝法官的这个决策？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司法制度是不是也准备荡然无存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加州出动了国民兵镇压，现在海军陆战队准备进驻了。那么14号，川普生日这一天就明天了，
会有大规模各地的抗议活动。现在他的阅兵也就取消了。对，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啊，川普阅兵取消是怕有人去抗议。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他为他的生日嘛，名不正言不顺啊，就是要奉承他一下。大家看这些非常熟悉在哪里？在香港反送中，香港反送中的情况也很像但是美国现在当然他会被外界批评，因为美国有一个法律，他非常清楚，这法律叫做《禁止军人干政法》，美国的军人不准在国内动兵，他有规定。那国民兵是一般来讲是州长就可以动用了。川普当然他用我是最高统帅，我就来那个共同可以调度。对他共同可以调度，但是他又觉得我是最高统帅嘛，这基本是用这个。但是因为美国这个法令是过去为了限制他们有些，因为美国过去有内战嘛，也是死伤累累。那这一次看到川普这些动作你会觉得说美国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因为背后很多人是很讨厌这些非法移民，非法移民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还是在社会上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川普说我要用这个最强大的。大家记得川普第一任当总统，他说以后不让非法移民进来，我要盖一个围墙在墨西哥这边，当然这个没有盖出来，可是那时候很多人都笑他，那后来呢？后来当然可以看到了，这边的那个边境就加很强。那川普一上任的时候，把很多非法移民直接用美国的军机就送到萨尔瓦多，送到哪里就还你，把人给你还你。印度就被送了一大堆，大家都很吃惊，怎么是这样干的？这就是川普的作风啊。那所以这一次看到了他整个那个动乱的情况对美国来讲，他其实是等于说那威严扫地啊，因为等于说很多东西都是灰头土脸。那做了这些事情，对美国来讲，它的一个民主是很大伤害。因为过去反送中时候，美国是很支持那些香港那些年轻人，然后他说这是最美丽的风景。各位朋友，现在最美丽的风景在美国啊，好好看。后续发展我们继续观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所以有很多人。美国加州持续在宵禁当中，海军陆战队进驻了，很多人被抓了。那么全美很多城市都准备明天要发起示威，这个是美国现在的画面。小舰长，我们很难想象以前所谓的 American Dream 的这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那现在呢，甚至以这个死神无人机，也就是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它的无人机来进行监控任务。我们这样讲，无人机本身那死神无人机是这样，但是无人机最厉害的是什么？它可以加挂非常多的夹舱，就是这个夹舱，电子战夹舱，它可以监控所有的频道。意思是什么？你在场的人，他可以直接用他前面就是前面下面的这一个光电侦收系统来直接的确认你，然后再搜索你的那个电话的讯号，这个就是厉害的地方。所以开始使用这一些装备来应对人民，其实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我们另外很难想象的，也就是现在有4100名的这个国民卫队的部队在街头，另外还说要派700名的这个陆战队。可是我们这样讲也就是现在美国在伊拉克的部队，也就是2500名，叙利亚的部队1500名，加一加也不过就是现在在美国国内的部队。